姐妹们，我是广州相亲会的红娘凤姐。今天我要跟你们唠唠我遇到的一场超级尴尬又令人气愤的相亲事儿。这事儿里的海归硕士剩女那超高的择偶要求，可真是把我这红娘都给折腾得够呛，也让咱大龄剩女得好好想想，这相亲时的要求到底该咋拿捏，可别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给嫁到一个下不来台的境地。女方叫雅宁，35岁，是个海归硕士。想当年她在国外那也是风光无限，学业上一路高歌猛进，拿了不少荣誉。回国后在一家外企工作，收入也挺可观，可就是这感情生活一直是一片空白。也许是这一路的顺遂让她对自己的另一半有了极高的期待。男方呢叫俊辉，38岁，自己开了一家小公司，虽说规模不大，但也经营得有声有色，人也比较实在，就想找个有内涵能相伴一生的女人。两人经过牵线，约在一家高级餐厅相亲。雅宁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，穿着一身名牌套装，戴着昂贵的首饰，整个人看起来气场十足。她提前到了餐厅，选了个最好的位置，点了一杯香槟，然后就静静地坐在那儿，仿佛在等待着一场属于她的盛宴。俊辉呢，穿着得体的商务装，也准时赴约。俊辉看到雅宁，笑着走过去打招呼：“你好，雅宁，很高兴见到你。”雅宁微微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你好，请坐吧。”俊辉坐下后，有点拘谨地说：“我听说你是海归硕士，在国外肯定有很多精彩的经历吧？”雅宁轻轻抿了一口香槟，说道：“那是自然，我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我接触的都是顶尖的学术资源，参加的也都是高层次的社交活动。”俊辉听了，心里暗暗觉得这姑娘有点傲气，但还是接着说：“那你现在在外企工作，应该也很有成就感吧？”雅宁却不屑地说：“外企工作也就那样，我只是暂时过渡一下。我对未来的另一半可是有很高要求的。”俊辉好奇地问：“哦，什么要求呢？”雅宁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：“首先，学历得是博士级以上，最好是世界名校毕业的，这样我们才有共同的话题和思想高度。其次，年收入至少得在100万以上，我可不想过那种为了钱发愁的日子。房子得是大别墅，车子也得是豪车，而且得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有自己的产业。还有，身高得在1.85米以上，身材要像健身模特那样标准，长相得帅气迷人，带出去得有面子。家庭背景也不能差，得是名门望族或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，而且得精通好几门外语，能陪我随时出国旅游，参加国际活动。”俊辉听着听着，眼睛都瞪大了，他忍不住说：“雅宁，你这要求是不是太离谱了？你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啊？就算有，人家凭什么就看上你呢？”雅宁一听，立马就不高兴了。他说：“俊辉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自身条件这么优秀，我有权利要求我的另一半也同样优秀，我可不想将就。”我在旁边听着，心里早就火冒三丈了。我走上前说：“雅宁，你也得看看现实啊。你虽然是海归硕士，但你也35岁了，年龄也是个因素。你不能只想着自己的要求，也得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。”雅宁却把矛头指向我：“红娘，你懂什么？你要是找不到符合我要求的人，就别在这儿瞎掺和，我就不信没有能配得上我的人。”我被他气得够呛，也顾不上什么形象了，直接怒怼道：“雅宁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你以为你还是小姑娘呢？女人年纪大了，跟男人没钱一样没人要。你这样不切实际的要求，只会把自己剩下。”雅宁一听，脸涨得通红，她气愤地说：“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你这是歧视大龄女性，我要投诉你。”我也不甘示弱地说：“你去投诉好了，我只是说实话。你这样的态度，哪个男人能受得了？”这时候，餐厅里其他客人都纷纷投来了异样的目光，
俊辉在旁边看着这场闹剧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说：雅宁，我看我们也没必要再继续聊下去了，我觉得我们不太合适。我是想找个能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，不是找个只活在幻想里的公主。说完，他就起身离开了餐厅。雅宁坐在那儿，又气又急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他可能从来没想到自己会被人这样拒绝，而且还被红娘当众数落。雅宁回到家后，心情低落到了极点。她把相亲的经历告诉了闺蜜。闺蜜听后也觉得她做的有点过了，劝她要调整心态，不能太固执。可雅宁心里还是不服气，她觉得自己只是在坚持自己的标准。过了几天，雅宁的心情稍微平复了一些，她又去参加了一次相亲。这次的相亲对象叫子轩，36岁，是个大学教授。子轩穿着一身儒雅的长衫，看起来很有学者风范。两人见面后，雅宁还是先提出了自己的高要求。子轩听了后笑着说：雅宁，你的要求确实很高，不过我觉得感情不能只看这些外在的条件。我虽然是个大学教授，但我收入也没有你要求的那么高，房子也只是普通的住宅。我更看重的是两个人的心灵契合和相互理解。雅宁听了子轩的话，心里有点动摇了。她开始思考自己之前的要求是不是真的太不切实际了。可是当她想到自己如果和子轩在一起，可能要放弃自己对奢华生活的追求，可能要面对一些经济上的压力，她又犹豫了。在和子轩交往的过程中，雅宁发现子轩因为忙于教学和科研，很少有时间陪她逛街、看电影。她想要的浪漫和陪伴，子轩很难给她。而且子轩的生活比较单调，除了工作就是看书，这让雅宁觉得很无聊。雅宁的父母知道后对她说：女儿啊，我们觉得子轩是个不错的人，虽然他不能满足你所有的要求，但他有稳定的工作和良好的品德，你也不小了，不能再这么挑剔了。雅宁听了父母的话，心里更加纠结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雅宁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认识了一个叫陈阳的男人。陈阳39岁，是个海归企业家，他的公司做得很大，资产雄厚，而且长得也挺帅气，身高也符合雅宁的要求。两人在研讨会上相谈甚欢，开始交往。陈阳对雅宁也很大方，经常送她昂贵的礼物，带她去各种高级场所。雅宁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对象，可是在交往了一段时间后，雅宁发现陈阳工作非常忙，经常加班加点，有时候甚至1个星期都见不到他一面。而且陈阳身边围绕着很多优秀的女性，这让雅宁很没有安全感。雅宁试图和陈阳沟通，可陈阳总是说：亲爱的，我这么努力工作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，你要理解我。雅宁不知道该继续和陈阳在一起，还是再次放弃，重新寻找。姐妹们，咱从雅宁的经历里能看出啥问题呢？咱大龄剩女在相亲的时候，往往会因为自己的高要求而陷入困境。有时候我们太执着于外在的条件，却忽略了感情的本质。我们得在坚守自己原则的同时，也要学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要求，更要注重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培养和相互理解。不然，这相亲路上的坎坷和困惑，可能就会让我们在剩女的队伍里越陷越深，还在不断的挣扎和迷茫中度过一个个难熬的日子。